欢迎各位关心台湾创新科技和产业发展，我们产学研各界的先进和好朋友们参加今天 Innovex 2021的线上论坛。我们今天论坛的主题是由科技部科研产业化平台 Gloria 计划所支持的。今天主题是前瞻科技领航，加值产业创新。我是 PwC 资诚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创新创业服务的执行长罗庆文。今天很荣幸，我们主办单位台北市电脑工会邀请我来担任这个论坛的主持人，也有机会和我们几位产学联盟平台的执行长们同台，和大家一起分享我们可以如何运用大学我们的研发的能量，和我们产业界对于产业和市场的掌握需求，能够促成一个产学研合作平台的发展，能够带动台湾整体产业的一个蓬勃发展，以及和国际市场的连结，同时也能够透过这些计划，能够帮助我们的台湾产业发掘更多具有高阶研发能量的人才。那我们今天论坛一开始，容我先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同台的几位产学联盟的执行长。首先是我们清华大学国际产学营运中心林从庸执行长，林执行长好。你好，我是林从庸，清华大学五校联盟。是，好。同时，我们今天也邀请到我们成功大学国际产学联盟彭胜伟执行长，彭执行长您好。大家好，我是彭胜伟，大家可以叫我 David。那我是成大大南方联盟执行长，谢谢。是，好。同时，我们还有中山大学前瞻产业联络中心梁英腾副执行长，梁副执行长您好。你好，我叫 O'Neil，我是南台湾产学联盟五校联盟，谢谢。是，好。那我想科技部这个产学研联盟平台的计划哦，是希望能够促进我们产业界和学研界哦有一个共同依照产业的需求去做一个发展。那我想我们今天论坛首先开始，我们是不是可以请我们3位执行长依序先简单介绍一下您自己，以及您所代表的产学联盟，我们所关注的研发的领域，还有一些联盟上面执行的特色。那首先我们是不是可以邀请我们清华大学的林执行长来为我们介绍一下清华五校联盟的特色？大家好，我是清华大学的执行长Bruce， 一般他们都叫我 Bruce 啊，我已经很久我没有叫自己名字叫林从庸。那么我要先跟大家报告一下清华大学它的主轴，这个联盟的主轴是什么？清华大学这个联盟现在有5个大学，清华、政大、辅大、逢甲跟淡江。所以从这个结构，其实不难发现从我们的科技啦，从生到死啦，我讲比较粗浅一点的话，从生到死，你可以看得到，里面都可以看得到所有的，包括你的金融结构包括我们现在都在讲的 AI 啦、大数据等等啊。那么清华大学以前比较缺的，其实在金融科技这边是比较没那么强，但是结合了政大以后，那就不一样了。那么我们也一直很努力，希望能够在医学院能够琢磨。那刚好也很凑巧了，我们跟辅大也联合在一起了，所以在金融科技，然后在 medical 这一块，我们也就结合在一起。更庆幸的是，我们从最北的一个淡江大学，我们也跟他结盟了。还有我们到中部逢甲大学也是大家都清楚的它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在中部地区，尤其是在传产这一块。事实上不止啊，我们可以看得到它在科技这一块，尤其是像那个汉翔，还有跟台湾的很多那些工业，像机械工业啊等等，他们都有非常重要的一些绩效都产生了。我们非常幸运的从这个北方到南方到中部，我们都有这几些非常好的盟友。大概目前我们所做的事情，就是把各个学校的优势把它展现出来。大概是做个简单的介绍，谢谢。谢谢 Bruce 执行长哦。我们看到就是清华五校联盟其实是从北到中，然后包含了 FinTech 啊，或包含我们这个产业的运用领域，其实运用的非常的多元哦。那等一下我们也再请 Bruce 跟我们分享一下哦，在这些联盟运作的过程中间有没有一些比较成功的案例哦？那接下来我们是不是也请我们成功大学国际产学联盟彭胜伟执行长 David 哦，也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大南方科研产业化平台我们的特色跟我们的专注研发领域。大家好。实际上我们成大大南方联盟总共有12个学校，
应该是我们7个联盟里面学校数最多的。那这里面当然成大我们是以研究型大学为主，那其他我们的这些策略伙伴几乎都是以科技型大学为主。我想这也是整个南方大学的一个特色。那它的优点有什么呢？实际上，研发型的学校，它对产品的研发，如果我们从产品的开发，我们常常讲 TRL（Technical Readiness Level） 来看，通常是1到4。科技大学它有办法把它做到，譬如说5到7，甚至到9，也就代表说它更接近落地的商品。那我们常常要做产学合作，产业要找我们合作，他希望的是一个越接近他可以卖的商品为主。所以我们这样的一个组合，大家的 competency 就这12个学校的 competency 这样的一个结合的它的广度，就能够从 TRL， 或者说有时候我们常常你会听到 POC Proof of Concept 或 Proof of System 或 Proof of Business， 就我们比较有机会把它连接起来，就它的光谱的广度。那另外，实际上我们产学合作之外，另外一个很重要叫人才。那很多产业要的人才，不单单是像清华大学这种高等人才，或者我们成大这种研发人才，实际上它有很多需要操作人才。所以我们这个联盟跟产业在谈人才的交流的时候，我发觉他们也很高兴。为什么？因为从研发人才一直到线上的操作人才，我们这12个学校都能够提供这样的一个资源，这也是我们比较大的特色。同时我们也 cover 了一个我们叫做南科产学协会。南科不是只有台南科学园区哦，是它从嘉义、台南、高雄一直到屏东，只是嘉义和屏东这个科学园区现在正在规划中。那这整个都叫南科产学协会。那里面我们这里面学校有30几个，那产业加入的产业大概40-50个，所以这也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资源能够来链接我们学研所以在整个大南方来讲，这是我们比较大的特色，也许跟全国其他尤其北部的学校是稍微不一样的。好，那以上。好，我们谢谢 David 执行长哦。那听起来，其实我们大南方科研产业化平台其实包含了12所学校哦。所以，然后我们还有跟地方的这个产业的协会去做一个合作，看起来成员有很多哦。那等一下我可能会要请教您，就是说我们怎么去把这么多的单位能够一起做一个通力合作，而且听起来其实除了研发以外，其实包含科学技术的实作哦。那怎么先从产业的需求，然后去找到研发的重点哦？那等一下我们也想要请 David 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经验哦。好，那接下来我是不是也请我们中山大学前瞻产业联络中心梁英腾副执行长也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南台湾国际产学联盟的特色？我们请梁副执行长。好，谢谢。很高兴今天有个机会，大概来介绍一下南台湾国际产学联盟的一些组成。那南台湾产学联盟主要是一个5校的一个联盟，主要由中山大学这边负责所有平台的一些管理跟营运。那里面包含了高雄医学大学、一所大学、屏东科技大学及高雄大学。那在这个5校联盟里面，其实虽然联盟的这个学校比较少，但是基本上涵盖大概所有的领域，除了传统的这个理工综合型大学之外，那像在屏东科技大学里面，它有这个全国唯一的一个动物制剂研究所，它可以供全国的有关于农牧跟渔业所有的疫苗研发之用。它也有全国唯一的这个智慧无人试验场。那在中山大学的部分，除了一项的这个理工强项以外，它还有所谓的这个海科院。那海科院呢，它不仅提供了一些海底下的测试，这个另外呢，针对于国建国造、潜舰国造的部分呢，它也贡献了许多的一个地方。另外，我们在联盟学校里面有2间
医学大学，包含着一所大学以及高雄医学大学。在整个南部的地方呢，它基本上大概就囊括了大概6、7间的这个附属医院，所以针对生技医疗相关的部分呢，其实有很多的研发跟琢磨在里面。那也是因为这5间大学有着不一样的领域，所以在5间大学里面，所谓的跨校合作的地方呢，互补的地方就比较容易显示出来。大概是这样子。好，我们谢谢梁副执行长哦。那等一下我也会请教您哦，就是我们这个南台湾国际产学联盟其实包含了刚才讲回农业科技，或者是未来很重要的这个海洋科技哦。那各校有各校的特色。那我们在做这个联盟的推动跟计划执行上面哦，各校中间是怎么样去运用这些互补的力量哦，去加持这些计划的生成？我等一下也来请教您哦。那首先我们可能接下来我们请问一下，就是清大的 Bruce 的执行长哦。那清大当然是我们台湾的这些学校的研发领域的，可能是我们的首级的学校之一哦。但在我们青校5校联盟里头，包含政大、辅大、逢甲、淡江，这好像是我们传统上比较觉得是在法商或者人文上面有很加强领域的部分哦。那我想说，这个也再请林之祥帮我们介绍一下哦。在这个5校里头，刚才你也提到，包含了在 FinTech 领域哦，包含在商业运用或者资讯化、数位化的领域，也是我们联盟发展的重点。可不可以请 Bruce 执行长跟我们分享几个，就是说我们在实际推动的时候，有没有跟企业成功合作的案例？那您觉得为什么这些案件会成功？它的主要的源头是什么？那我们请 Bruce 跟我们分享一下。Bruce 您的那个麦克风没有开启。不好意思。那么我加入这个 Gloria， 我把它当做是一个 mission。那么我的客户也分成2个族群，一个就是 industry， 一个其实说学校老师，非常清楚，他都是我的客人。那么一个是 provider， 一个是委托方。那每一个人的想法都不尽相同，所以我一开始我们一定要先去盘点学校老师的能量。我现在对其他4个学校，我也是用同样的方式盘点每个学校它的优缺点。那并不是像刚才我觉得你很客气了把清华说的这么好那清华有它的优点，也有它的缺点。就像 David 刚才也提到，有很多研究型的大学，事实上它很多人才在 hands-on 这一块确实是需要再加强的，这也是大家都知道的。那么很庆幸的，我们这一次也结合了逢甲，也结合了淡江。所以这些学生呢，跟我们学校的做法有点不太一样。他们事实上在实作型也是相当强的。我不是说清华不行清华很多学生事实上，很多都跑继续深造了，包括到国外去。那么淡江、逢甲也不是没有深造，而是他们也 prefer 到实际产业去做互动。那至于说比较成功的案例呢，在现在5校联盟之前，事实上从2019年我自己带的团队就去拜访了很多产业，基本上是被遗忘的，就是传产。我要跟大家报告，我说台湾很多产业是被遗忘，它就是传产。那么我跑到比较偏远的地方，就是淡水那个地方，我找了一家公司，它叫康舒。那在2019年的时候，我就跟康舒科技的高层做一个 engagement， 跟他报告一下我们要做什么。他一开始他有点 surprise， 因为他没想到清华大学会跑到淡水这么远的地方来跟他们谈所谓产业升级。但是我所谓的产业升级，并不是还是又在让他做传产的 power supply， 那这个意义就不大了。为什么？因为如果清华只是帮他去做 power supply， 那这种价值大概就在 smart factory 提高效率而已。我们希望能够有新的 impact。很庆幸的，现在新的总经理叫许介立许总呢，他有大力大破的想法，所以很快的，我们就从一个他出题，我们来解题的方式去介入。没有想到说我们这么幸运他的投入光在去年到现在，已经跟我们产学合作将近2800万了。很大的一笔金额，这对船厂来讲是一笔大的金额。那我们做哪一些东西？就像我刚才跟你报告，它并不是只有做船产，它做什么？电动车。
这一块还有绿能。那像这一些，就是把这家公司翻转过来了，它跟 Power 有关系，可是它把它再升级了，做绿能、做 EV 的东西。那我们学校也派出了10几位老师，跟他多处了跟他们的研发人员去做一些洽谈。他们出了很多题目，我们慢慢一个一个帮他们解决了。从 Lean Process 协助他们工厂的规划跟改善，到现在成立的一个联合研发中心，为期5年，一年大概最少产学合作会将近1000万到1500万，连续签个5年。我们合约也签了。那我要跟大家报告的就是说，其实要成立一个这种长远性的合作模式，事实上才是学校永久的了哈。那刚才提到说那个 talent promotion， 我们透过这一种产学合作跟技转，我们可以把一些优秀的学生，我说优秀的学生是他找到好的对口单位，因为淡水其实大家一听到就怕了，好远了所以很多人要去那边上班，其实都吓到了。可是我们透过这个产学合作，陆陆续续有很多清华的学生都去那边工作了。这是一个 side effect， 这我们没想到，但是我们有设计到的，好吧？那么康舒这个公司，我要特别强调就是说，从 top management 他们有这种想法，大破大立的想法，那才会有一连串的改革。所以像我们这些产业专家，包括 David 他们这些人员他们都很好的 connection。我们没有什么，我们这些老先生就是有比较好的 connection。那我们可以找到比较高阶的人，可以跟他们去谈我们提出来的一些 vision， 那他们也比较容易接受。所以这样子去敲下一个大案子，机会就很大了。清华总共到目前为止，在我的经营这边，大概有2个到3个联合研发中心都出现了。我现在在敲第4个。那为什么是这样？那我第4个跟其他有，我们就会联合到什么？我们会联合到辅仁大学，甚至我们会联合到辅大跟淡江，因为我们要做的东西，我现在不方便 disclose， 但是这是1年2500万的联合研发中心的案子，签了5年，而且是日本的公司。那要做什么？其实跟生技产品有关，所以我们把 AI 也结合了，我们把生技也结合了，我们把 medical 也结合了，我们把一些 basic 的产业都结合在一起，因为制造业。所以说，我个人把这个 Gloria 2.0 这个当做是一个 mission。我从来没有在一个产业待了4年了，就算我在 Flextronics 当总经理的时候，我也只待2年。可是这是一个 mission。我想 David 跟我一样，还有很多我们这些老的执行长都把它当做是一个 mission。所以我们很执着的在这边继续做下去，好吧？那也非常谢谢科技部给我们这个机会，让我们可以继续第2个 Gloria 也就是第2个 Gloria。刚才跟我们的长官 Sakura 报告说，希望能够继续一直下去，让我们这些人能够 sustain 一些很好的 mission， 大概是这样子。谢谢你们。谢谢 Bruce 跟我们分享那您刚才也提到其实您把就是产业跟学校都当成您的客户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有趣也蛮好的一个概念但我们知道平台经济可能它比较难的是说，我们怎么同时掌握这个供需方，同时满足这个供需方的需求。所以等一下下一轮的题目，我可能也会来请教您在同时把2边都当成客户的情况下，怎么去满足双方他所需要的东西，以及怎么去连接他们中间的一个落差这等一下我再来请教您那接下来我是不是也请教一下我们成大的那个 David 那 David 我们刚才也有介绍，我们大南方科研产业化平台是包含了12所学校那刚才 Bruce 也跟我们分享的时候说得很好，其实我们在学研领域跟产业需求上有的时候会有些落差。那我们这个大南方的这个科研产业化平台会怎么样从企业的需求先出发，然后再去链接我们可能整个平台上面它有的这个研发能量，我们这边的平台是怎么样子的做法，可以让我们这种研发跟产业它能够更接地气更落地我们是不是可以请 David 也跟我们分享一下？好，大家好，我想我们 Gloria 2.0 特别强调跨校的合作，跨校合作也就 synergy， 大家不同的一个优势。那我们大南方联盟，成大大南方联盟，除了在工程是我们的强项之外，我们这边还有一个很特别的特色，就我们农渔牧
这方面的学校的产品非常多，非常多，也就 consumer product 很多。那我特别来说明一下，就过去我们科技部对这种我们叫科研产品的 support， 通常就在研发阶段。所以你会看到给老师的一些不管是新创的补助，所以你会看到萌芽计划、架创计划，然后然后 spin off 出去成为 startup 公司。那当然也有很多的产学合作，甚至老师有很多的 IP， 他就可以用技转方式给产业，不管是新创方式、产学合作方式或 IP 方式，大家都把产品做到一定的程度，然后就 hands off， 就不管了。像这些新创公司这些到底卖的好不好不知道，所以在最后出去销售这一端才是一个真的一个新创公司能不能 survive 的最重要的关键。当然募资非常重要啦，但是我常常从新创观点跟他讲，你有生意你根本不需要募资，一般募资就是没有生意所以怎么帮这些科技部过去投资的这些投资产品能够变成可以帮助他们往后端扩散，就行销端。那我们现在正在做一个叫做科研产品行销平台，这次跟陈炳辉老师讨论了很久，他也观察到我们几个联盟的不同特色。那我们成大大南方联盟特别多这种我讲 consumer product 农渔牧还有女孩子最喜欢的一些那个等等化妆品，我们特别的多，所以我们现在正在 build 这样 e-commerce。那 based on 我们科技部的信誉，我们这些大学科研的一个 quality， 那我们希望能够帮科技部过去的投资找到更广的出路。那我想这是我们现在做的一个跟过去比较不一样的一个特色，也是想要符合说跨校合作，然后扩展整个一个服务的一个内容。当然 Bruce 刚才讲的非常好，尤其刚才讲到共研中心，我简单补充，实际上在国外那些很大的企业，它的很多成长的动能除来自于内部的创新之外，它也跟学校做很紧密的结合，所以您会听到一些垂直加速器等等大家在做的。那这个我们也都有在做，所以共研中心都是否比较大一点的那个公司，像我们这边的国巨台积电等等。但是我跟他谈的那一块是一个对于真的比较中小企业 startup 的这老师的新创提供的一个比较跟过去应该比较少科技部这个领域在做的一个服务的平台。好，那我再简单分享。OK， 谢谢 David 的分享。我觉得刚刚提到一个很好的点就是从怎么去看市场的这个需求，另外怎么帮这些学研的老师去解决就是研究跟技术发展以外，包含了行销这些等等的问题但我们常常看到就是说学校老师他可能在这个技术的前沿上面研究，其实有一定程度的这个执着跟投入那等一下我可能回来请教 David 的就是说，在您在推动这些计划的时候怎么帮助老师能够先掌握到市场的需求，能够去掌握这个80-20中间的一个平衡就是研发的前沿性跟市场需求度中间的这个平衡那您有什么比较特殊的这个做法等一下我回来请 David 跟我们做一个分享好，那接下来我们再请我们中山大学的梁副执行长也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南台湾国际产学联盟。刚刚有提到我们联盟里头包含中山大学、医学大学、屏东科大等等那我们在这个联盟里头能够怎么样去发展一些所谓的这个南台湾的地方的特色，甚至这个海洋科技的部分，我不知道有没有一些这些经验或一些案例可以请梁副执行长跟我们也分享一下。好，其实在跨校合作这一块里面呢，应该是 Gloria 2.0里面所注重的。那今年在跨校的一些推广呢，其实南台湾国际产学联盟在第1期的时候，它就已经是全国唯一的一个多校联盟，所以经过了前面第1期3年的这个专利还有各校的一个能量盘点完之后呢，我们就把所有的资料公布在所谓的 Gloria 网站里面，供所有的这个企业会员供他们做参考。
那我这边就举一个例子，有关于这个跨校合作的一个成功的案例。南六企业是台湾国家口罩队的最大的一个布织布的一个供应商。在今年疫情完之后，其实他在之前其实他们的高层已经一直在思考一个，就是如何利用疫情之后如何转型到其他的一个产业去。所以在学校的高层跟他们的高层几次的会面之后呢，他们大概只丢出了一个大概的议题，就是如何利用现有的一个制程跟经验往生医方面去发展。那其实在这几场的会议里面，大概大家都没有去谈到所谓的发展的标的大概是什么所以透过这个平台这边的几次的媒介，然后几次的开会完之后呢，我们最后就敲定了团队，由中山大学的这个海科院跟高雄医学院的这个箱装系的这个教授团队们呢，大家针对这一次的这个企业转型产品发展做了一些讨论，最后利用南六企业本身既有的一个优势，它的布织部的优势，最后呢，经过几次讨论完之后由中山大学这边海科院这里负责帮原料做所谓的一个培植的部分、建种的部分。另外呢，最后再提供原料呢，由高雄医学大学这边呢做一些人体试验及测试的部分，最后再由中山大学将所有的一个活动呢拍摄成一个广告。这个部分呢，其实是联盟学校之间一个跨校合作的一个的成功量这个案例。另外呢，针对一些刚才不管是 David 或是这个 Bruce 两位长官所谈到的有关于研发中心的部分，其实像在屏东科技大学本身里面，它并没有所谓的一般综合型研究大学里面的一些理工的一些强项，但是在这一个他所琢磨的农业的部分呢，它就有很好发展的很好的这个智慧型绿能无人载具的部分。那他们也跟一般国内的一些巴士的一些汽车的领域里面呢，从过往几年里面，大概产学合作累计下来将近2000万的一个额度，所以在今年这个他们就共同成立了一个所谓的汽车无人汽车载具的一个研发中心。这个其实在一般的这个非传统的这个理工学院里面呢，其实是比较难看到的。那这个我觉得它也是这个屏东科技大学的一个亮点。以上。是，好，那我们谢谢梁副执行长哦。等一下我也会来请教您，就是在这些计划里头不同的学校怎么运用它的特色去做一个分工就是在您在推动这些计划的时候，我不晓得有没有一些比较特别的经验怎么去成功 drive 大家彼此中间的分工合作好，那我现在先回来请教一下 Bruce 就是刚才 Bruce 有提到就是把学校的这个学研的老师们跟我们的企业界都把它当成客户那我想要请 Bruce 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经验怎么去满足这两方客户的需求，让能够他们达到一个平衡点。那我想请 Bruce 跟我们分享一下，您在驱动这些计划的时候，你觉得你最不错的一个技巧跟经验是什么我们请 Bruce 跟我们分享。我只能叫分享，这是我个人的一些经验。不过我最感谢的话，还是我们清华大学的这些产业专家，还有一些助理。我来这边的第2年之后2017年、2018年之后，我就开始把整个清华大学整个产学营运总中心做一个整合。那么本来我们是有自己的所谓的法务组、行政组、制裁组等等，我们都是一根一根往上涨的，把它整合，这也是科技部的督促了。那我们也把它整合成一个就叫 Gloria 平台，之后就变成一个蜘蛛网状
的一个组织了。你只有这样子，你才能提供更周延的服务。为什么？我举个最简单的，一个案子下来之后，那么产业要的是你一个 solution 或者一个 program， 你要怎么样去发展它的痛点，把它找出解决的方案。那么老师其实是很低审的，大部分他们有 knowledge base。那所以他在做整个计划的过程，由我们产业专家的 Gloria 的平台的介入之后，会协助他，你怎么样在你的计划里面写的更有效率，比较容易被执行，否则你只是写一个计划而已。你了解我意思吗？好，那么很多老师已经在执行政府的计划，常常结束之后就交一个报告，或者说申请一个专利，连 case close。可是跟产业可不是这样子。你没有得到东西，所以很多产业跟老师之间的合作，我想不止在清华，应该在很多学校常常发生同样的事情，大家会觉得不欢而散，觉得被骗了。那其实老师不是骗你，老师觉得说我知道这样已经够了。所以这边还有一个重点，我跟产业在讲的一件事是这样：你如果很重要，听清楚，很重要但是不急的，找我们老师，那可以解决。那如果你很重要又很急，要找我们绝对是死定。为什么？因为老师他不是 big counter， 他们不是每一天在算豆子的，对不对？所以他没有办法帮你解决立即性的事情，可是他可以帮你解决很重要，但是长期帮你规划，可能帮你建构一些专利出来，那让你去解决你未来的问题。所以为什么说跟清华大学的产学合作，我一直抱着这种态度，这是一个，这是一个，所以我必须要很努力去盘点所有老师的能量在哪里，我有去 categorize 不同的老师，那他有分成很多层次嘛，助理教授、副教授、副教授准备升正教授的，那有很多正教授其实时间是比较充裕的，学生也多，比较容易做事。那我就开始要去规划，这都花很多时间在做这边。不过很庆幸的，清华大学它有一定的能量，已经有做一定的规划，我只不过再把它整理过来而已。这是一个，就是盘点一下我们内部的这些能量，然后我才能去 approach 产业。产业去 approach 是我们的经验嘛，老师不会自己去敲门的。哎，张三，我有这个专利，你要不要做？不是说我发明一种药，然后去找病人，那是不对的。只有病人会来找药。就是我们知道说我们产业有哪一些需求，我们会看 marketing 整个一些需求长得什么样子，然后我们盘点过以后，我们去找这些产业。所以您刚才这样讲，这只是开始最简单的步骤，其实最难的在后面，你计划怎么跟催？因为产业的节奏感跟老师之间是不一样的。老师不是这样子的，他没有办法被你一直挤压，他会抓狂了。他还要备课啊，他还要带学生啊，一堆嘛。所以我们中间，我们这个平台就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是一个 buffer。我们必须在中间，我们必须了解到这种分寸，去拿捏。那当然说的很简单，做的其实是很难的。所以我想不只是清华，我想 Baby 应该也很有经验，也是满头包的。为什么两面不是人？一个在产业认识的人，他追你追的要死；一个老师会说哪有那么快，我还要3个月。所以这之间，我们的平台就变成2个角色，一个是 VD 去找机会，另外一个就 Project Management 要去协助老师，不叫管理哦，协助老师怎么样去把这个东西能够有效的提供给我们产业，让他觉得，哎，这样虽不满意，但可接受。那这需要一段时间，我觉得每个学校的能量不一样，我还是要 echo， 我觉得很辛苦了，尤其是 David 现在蛮辛苦的，他带11个兄弟说真的是有点难度的，因为每个兄弟的能力是不同的。那么我现在这其他4个学校的做法是这样子我是 decentralize then centralize， 就是把每一个学校它本身就有自己的能量，它没有加入这个平台之前，它还是有产学合作啊，还是有技转，只是不一样。那么我们现在是这样子，我们既然是一个平台，我们不要叫盟主，但是我们至少是带头大哥的时候，我们抓到一些机会，我们可以跟他分享。我们也同样的方式，我跟他们讲说，我的作业方式是这样，提供你做参考。我不是说他一定要吞下去，提供你做参考，你觉得可行的，你带回去使用。为什么？因为每个人家的 core competence 是不一样的。
淡江有淡江的做法，淡江不可讳言的，他的那些校友的实力是吓死人的哦，非常庞大的。好，逢甲也是，它是中部翘楚，对不对？所以像这些学校，我们要运用他们的能量。我不是说清华一定是最大 dominate no， 我们只是 coordinator。所以我们有成立一个联合办公室，5校联合办公室。我们每一个月，我们也是学习 Gloria 这个科技部的做法。我们每一个月在不同的学校举办一次月会，然后大家来检讨分享我们自己接到的案子，包括清华、包括辅大、包括政大。政大它是非常清楚，它是财经金融的，可是它会不会一些科技的需求？当然会啊。可它怎么办？它就要找我们帮忙嘛，找辅大。跟 medical 相关的，找清华、找逢甲、找淡江，不同领域去做结合。那事实上有没有变好？有。我们举个例子，我们最近有接到一个非常有趣的案子哦。逢甲本身就有一个公司叫天眼。那么最近大家对这个不要说车祸，就是有一些这个行车安全，好吗？我说行车安全啊，对不起，不太会讲话。行车安全，大家就要来管理这些驾驶员，包括车子的状况、人员的状况。有些车是开到睡着了，或者说是不是知道前面的车况如何，可以及时通知这个驾驶员，说你要小心，在前面200-300公尺处发生什么。所以我们就把这个结合在一起。那结合什么？还有 wearable 的东西。那 wearable 谁厉害？那当然你就可以找到那个辅大啊，找金主找谁？政大就把金融的这一块结合进来了。那 algorithm 找谁？也许就找到我们清华。所以大家全部结合在一起，就会有这种很好的 impact 产生。那是以前都不会发生的。那我觉得说，每一个学校都有每个学校的优缺点哦，每一个平台都有每个平台的优点跟缺点。像刚才中央也提到，你看屏科大有这么好的这些技术，说真的不是每个学校有。可是当我们做分享的时候，如果 in case 不小心，我有碰到这种案子，有这种需求。我一定做不来啊！那你说我要找谁？我当然去找中央大学帮忙嘛。我有这个案子，我做不来，你们要不要承接？这个就是合作最好的案子啊！这是我个人的看法。那么这个我要强调，我再 recap 一次，就是一个是委托方，一个是学校，这都是我的客人，我2个都得罪不起的。这是一个，所以我扮演的角色就一定要很努力去盘点。那我们一定要去追踪，这是一个。第二个，每个学校的 core competence 不一样，所以我一定尊重。所以我 decentralize then centralize， 因为我要对科技部有交代嘛，所以我要整合所有的能量，包括所有的案子，我们去做分享，然后去把它结合，产生一些真的案子出来，有实体。好，那这就是我说的。那么至于到最后我们能够做到怎么样，我只能跟一句话跟大家一起 share 一个人走当然是走得很快啊，但是一群人走在一起可以走得很远。我想科技部应该是希望我们是不要清华走很快就好了，应该是说大家一起走得更远的路。谢谢。我们谢谢 Bruce 分享。其实 Bruce 提到概念已经很像我们的企业在经营哦，盘点出最好的资源哦，盘点出最擅长的这些人才，再怎么依照这个市场的需求哦，能够把这些能量发展到最大哦。那我们谢谢 Bruce 的分享哦。那接下来我是不是也请 David 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刚才也都提到我们怎么把这个学校老师他的研发能量跟这个企业或者市场的需求找到一个中平衡点哦。我想这一点是很需要一些功力的哦。那我想要请 David 跟我们分享来一下。就是当你如果有遇到老师，他很希望把技术做到最前沿，但是市场的需求可能不需要到这么多的时候，你有没有一些心法，怎么去协助这些老师调整他的一些观念或者是做法？那请 David 跟我们做一些分享。好，before 我分享之前，我回应刚刚 Bruce 的那个心酸啊，真的学校里面 delivery 的 resources 就是老师的团队。那我们在企业里面工作，我们也有 delivery 的团队。但是他们的那个真的优先顺序，或者说他的 accountability 的严重程度真的不一样。因为学校老师他也有很多的任务，那我们在一般企业，你的那个实施团队，他的工作就是有效率的完成这个 delivery， 所以常常有时候会有一些时间上的一些无奈。Bruce 刚刚反映的，当然也是我们在做学校学研合作里面的一个心酸，但不可讳言的，
整个学校的研发能量的中心就是以老师为中心所在的一些学生团队。那老师这些研究东西跟产业怎么连接？我觉得它的出口，我刚才讲有3个。第一个就透过老师自己研究出，然后不管他是用 IP， 就是智慧财产或者是以比如说营业秘密这种方式，然后来做跟企业的合作。所以这里面有说授权的问题不管是专属授权或非专属授权，这是一条路。第二条路当然就是比较有点像外面代工的观念就产业有一些问题丢来给学校就刚刚 Bruce 也还有提到，就产业出题，学校来解题，这就是我们常常听到的产学合作。那另外一个科技部最近也非常鼓励，甚至是台湾认为说未来我们的一个新的一个出路就是新创。那老师新创也是一直被鼓励的，所以我刚刚说有很多萌芽计划、架创计划等等，就是鼓励老师走新创。那这3种到底哪一种是老师研究产品最好的出路？那 depends on 老师的个性，老师还包含他这个团队的能力。因为老师的个性有很多人他很会研究，但他 operation 是一个在我们企业里面知道它是一个很复杂的锱铢必较。你去营运一个鸿海这种大企业，真的一分一毛都要那一个。但很多老师他的专长是在创新研究，所以我们要知道老师的专长在哪里，适合走新创公司呢，还是真的就应该把 IP 赶快卖掉，还是说他特别会解题，产业出题。那我通常我的做法，我会 encourage 老师的 priority 的顺序，我会先鼓励他走新创。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政府对新创有很多的补助，跟我们过去自己新创要花自己口袋的钱，要把自己的房子去抵押来经营这个新创公司，真的老师新创幸福非常多。所以如果他真的能够透过科技部这些新创的资金，我刚才讲不管是萌芽或架创，把他的实力，他把他的 IP build 得更好，把他的0与1的验证业务的连结，甚至资金做到一定的程度，就表示他把他的智慧财产提升到更高的市场价值。那个时候要卖，要做 IP 的转换，要做等等，都能够比较对教授团队或对科技部对国家比较有贡献。因为我从产业进入到学校之后，我觉得我们学校每次去谈的一些产学合作都是新台币100万或什么之类。那 Bruce 跟我以前在外商公司我们都有经验，像我以前在 IBM 没有几千万我们根本不会去，但是都是人去 implement， 哪里有教授或者说我们博士硕士的程度怎么可能比企业差这么多？但是真的这个就是我一直想要去翻转的。那怎么翻转？我总是要做得更漂亮。那我刚刚为什么我会用 TRL 或 POC、POS、POB 这种观点来讲？我就希望他们越能做到 TRL 到9这个程度，很接近商品的，那将来跟企业合作能够出价，能够回馈学校，能够回馈国家，都会有更好的一个价值这才是我的心得。好，我们谢谢 David 很深刻的分享我想刚刚提到几个适才、适性、适所、适计划怎么选择其实最适合的，不管是对象然后专案或者是一个计划项目，它才能够促进这些发展达到最好那我最后是不是也再请我们这个中山大学的梁副执行长因为刚才前面 Bruce 跟 David 都有提到，这个在促成这个学研跟产学合作中间，其实有一个很大的观察是在彼此合作前的一个心态。那我想就是可不可以请梁副执行长跟我们分享一下，如果您给企业跟给学校的老师，在他们做这个产学研计划的时候，在心态准备上面，您会给他们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好，谢谢。中山平台这边其实针对这个产学合作，跟企业之间产学合作，其实过往3年里面，其实已经整理了很多的这个资料的专利，包含资料库供企业做参考。但是
毫无疑问的，就是在产学合作的这个领域里面，其实有些老师在跟企业在做产学合作的时候，都保持着一些比较，有时候做一些不信任的一些想法，那这些都会造成这个企业跟产学合作、跟学校做合作的时候的一些的冲突，所以在平台学校里面，它就必须要透过一些业界来的一些相关经验的经理人，在中间做一些协调部分的一些工作。好比说，我们在跟学校校内的老师在谈所谓的产学合作的时候，企业的经理人就会去告诉老师，过往他们在企业上面所遇到的一些经验跟问题。因为其实有些老师其实是蛮固执的，那他们比较琢磨的一些地方往往跟企业的一些想法是有一些的落差的部分。那在合作的时候呢，其实像我们以前自己在外面工作的时候，有时候遇到谈所谓企业合作，通常我们会跟企业之间把所有的规格、把所有的验收条件都说得清楚，但是这个在这个产学合作里面呢，可能就像在学校一般的这个步调呢，会不像企业如此比较快，所以一般的时候，往往像这类的规格如果没有谈清楚的话，往往会造成后续的这些产学合作的一些的障碍。那我觉得对于老师的部分呢，我们通常会告诉老师，也会透过一些所谓的各式各样的这个产学媒合的部分，让吸引老师跟企业界做一些技术交流媒合。就像我们在今年的这个暑假的时候，那我们就有邀请这个联盟学校里面的一些相关科系的老师，那准备他们相关的一些研究。那我们也会邀请一些的这个企业参与这个媒合座谈，让老师的报告呢，在这个座谈里面呢，充分的让一些的厂商知道，也让老师有机会跟厂商呢做一个进一步的交流，希望呢可以把老师的一些构想跟企业的一些需求呢，做更进一步的一个接洽，减少彼此在产学合作方面的一些差异的部分。所以我觉得透过一些的相关的一些媒合的活动呢，让老师跟企业界之间的接触呢，可以消弭彼此之间的一些想法的差异。我觉得这是一个共同成长的一个部分。好，那我们也谢谢梁副执行长。我想在产学合作的时候其实彼此的信任跟能够彼此掌握互利的关系很重要哦。好，那因为今天我们这个论坛时间的关系我们在结束前，我是不是可以请3位执行长分别用一句话您会怎么鼓励更多的企业能够加入我们这个产学的一个合作的平台？我们各用一句话来当做今天论坛的结尾那首先我们请 Bruce。谢谢，非常谢谢给我们这个机会，大家又可以在这边做一个经验上的分享那我要跟大家报告，我觉得是这样，企业的需求跟学校这一块 provider 一定是会有差异的。那么透过学校这个产学总中心的这个平台的一些磨合，把之间的距离拉近，把认知拉近，这样我们才会有产生所需要的 impact。而且不只是高科技，我认为说同样我能够产生5000万的 impact 一年，如果我给传产一年5000万，那是吓死人的。可是如果我给一个巨型的产业，我不方便讲说哪一个，就真的很大，人家营业额一年几千亿人，那你5000万其实代表不了什么。你如果问我，我愿意把这一些资源放在这一块，让这些人能够去开创不同的领域。谢谢。好，我们谢谢 Bruce 那我们是不是请 David 也给我们一句话，怎么鼓励企业能够加入这个平台？实际上产业最需要学校的资源，不外乎你把它分类，第一个就是人才，而且人才常常放在第一位。那当然
另外一个就是研发，那研发里面包含新创一个公司成长的动能，除了自己内部的一些创新之外，有很多要 leverage 外部，尤其是学校来的新创大概就这2大部分。那 brand 也是品牌也是很重要。那我就很感谢科技部现在 Gloria 2.0， 它是用一个联盟的观点，跟我们以前每一个学校单打独斗，自己只提供自己的人才、自己的研发，这种单一性，现在是多样性。所以我讲人才我们可以提供从高端的到操作型的，研发也是可以从各种不同的合作模式，我讲从 IP、从产学合作、从新创更多样的一些服务。我觉得企业能够从现在新的 Gloria 2.0， 我想得到更丰富、更多样的一些服务。谢谢。谢谢 David。好，那我们同样是不是请梁副执行长？其实，在台湾的一些大企业，其实长久以来都有跟国内的一些大专院校做一些产学的一些合作，甚至一些技术的研发。那相对于这些大企业里面，其实台湾有更多的一些中小企业的部分，在研发能量上面，其实他们并没有这些大企业的一些优势。那其实除了这些以外，这个我们更鼓励我们这个业界里面的一些这些隐形冠军们呢，可以跟这个企业做可以加入这个平台。其实平台里面可以提供的角色里面，除了可以累积这个平台里面所有能量，然后提供这个所谓的一条龙的一些服务以外呢，其实平台这边呢，在所谓的一些新创育成或是一些人才的培育里面呢，可以给企业其实更大的帮助。就像有些的企业，其实我们现在平台的这个人才培育里面，其实已经是属于这个双向性的，就是过往我们是请教授，然后开授一些专班教授这些企业人才，现在反过来我们会邀请企业的业师呢来学校呢教授一些学分给学校的一些学生，希望他们在毕业之后呢能够马上融入到企业的这个实务经验里面去，大大消弭这个企业训练人才的一些所谓一些时间。因为台湾的大部分的中小企业究竟不如以前的这个外商像我们以前在外商待过，这个外商可以容许我们有9个月、10个月、1年的培训，然后才开始工作。中小企业其实它没有办法有这么多等待的时间。那我觉得在人才的培训里面呢，平台也可以给这些中小企业极大的一些帮忙。好，那我们非常谢谢今天3位我们产学研联盟平台的执行长跟我们做这么精彩的分享。那我们也很期待能够看到我们科技部这个科研产业化平台，接下来能够帮我们整个台湾的产业带出更多前瞻科技跟产业的需求，还有很重要的是怎么能够用这个计划能够帮台湾带出更多这些前瞻领域的研发人才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我们主办单位台北市电脑工会的这个机会，去邀请了3位执行长跟我们做分享。那也欢迎各位关心我们台湾产业发展的先进好友们能够继续关注 Innovex 2021的线上论坛。今天谢谢各位执行长，也谢谢线上的各位听众，谢谢。谢谢。